玉峰哥，在美国有2大悬案，第一个叫什么黄道12宫杀手，第二个叫做黑色大礼花案。这案子悬了多久？50年，没有人可以破，找了警察，找侦探，甚至 DNA 哦，最新的 DNA 哦，验，没有一个人可以破。结果这几天出大事，有一人把这些密码、把这些相关资料、把人口资料丢到 AI 上，竟然得出一件事情：这2个悬案。凶手是同一人。对，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呢，没有人想过，原来黑色大礼花的凶手会跟黄道12宫的凶手会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案件这2个案件相差了20年。那虽然都是非常非常的残忍，但是没有人想到说，原来凶手会作案之后沉寂20年，然后又变成一个连续杀人犯。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黑色大礼花。黑色大礼花发生在1947年，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是想要变成好莱坞的巨星，但是呢还没有成名，她就死掉了，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那个时候死掉的时候呢，被沉尸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非常空旷的，你看到没有？非常空旷的，看起来就不像是要毁尸灭迹的感觉，放在这里。可是呢，令人觉得可怕的这些方式，大家还记不记得小丑？好莱坞电影小丑那个脸笑到歪斜，什么意思？因为他拿刀把自己的嘴巴给割开了。那是跟谁学的？就是跟这个命案学的。这一个女明星竟然被拦腰砍死，砍死之后呢，脸被割了一个像小丑一样的一个笑容。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在现场没有血迹，血被抽干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在1947年，然后呢处理一具尸体，然后血都被吸走，清干的感觉？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其实当下大家就已经炸锅了。天哪，这太可怕了！难道是一个变态杀人魔吗？结果呢，法医在报告里面写下一句话说，这具遗体显然有一名熟悉人体结构的人处理的。对。然后呢，大家就去抓，结果有没有抓到？没有抓到。对。那个时候呢，恐慌一瞬间就炸开了。炸开之后呢，经过20年，在另外一个地方竟然又发生了黄道12宫的一个命案。对。这个命案这就特别了，因为他都去找那种年轻的男女，他们可能去约会，结果呢，男生女生都被杀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这种命案。发生命案之后，你知道吗？他竟然凶手写信给报纸，告诉报纸是说什么？我是谁？他写了很多很多信哦，然后呢，甚至还写了这些密码。这些密码我们来看一下，长这个样子。大家都一开始觉得说你是不是在骗人？我们知道 ABC， 我们念过字母，但是呢，我们没看过你这个 ABC 啊，谁看得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你就是乱搞，你会不会是其他的人模仿犯？结果没想到呢，陆陆续续竟然把这些给解密出来，而解密出来之后呢，其实非常的变态。因为他每次犯案之后呢，都写信给报社、给记事报，然后呢告诉你们，我还没被抓，因为如果我被抓了，是不是就没办法记述这些东西来了？然后呢，就变成全世界的这个密码学的专家，大家都要想要去把它解开了。过了半个世纪，慢慢解出来其中一部分，其中这个 Z408，什么叫408？里面总共有408个密码。好，这里面全文的重点就是这一句。我喜欢杀人，因为这太有趣了。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杀人也最危险。他在挑衅，然后呢 ，Z340也被解答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在抓捕我的过程中也玩得开心，表示他自己也玩得开心哦。我不怕毒气室，因为它会让我更快的进入天堂，因为我现在有足够的奴隶为我工作。他把死者当成是他的奴隶，甚至到最后一份的时候呢，专家普遍认为在 Z13这里面其实。他真的受不了了，为什么大家这么笨？他解释出来我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已经写出来什么了？他已经要告诉你我的名字了，可是大家还是查不出来。那查不出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有人被杀害却没死，遇到劫难但却没死，所以呢有把他的面貌给侧写出来。对，但是侧写出来到现在来讲的话，还没破案，这2个都还没破案。而现在最新的进展是什么？这些东西 AI 来帮你解答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这13个我们讲的密码拿出来对比，你永远对比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对照它的有可能的发生的事情，你永远都查不出来，因为数量太大了。对，你怎么跑你都跑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就算有把他的名字给拼出来，可是那个时候
全美国有没有人口普查，其实是有的，对，但是它有没有公布？它是没有公布的对，所以你根本没有一个 database 来找。但是呢，契机来了，契机已经在3年前公开人口普查记录，对，普查记录公开之后呢，有一个专家学者就直接用 AI 进去跑出来之后呢，竟然解答出来了。直接谜题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所以他把人口普查以及这种符号的对全部加在一起，AI 算，真的有答案。对，原来这些密码是真的有文字记录的，不是他瞎掰的。所以他跑出来之后呢，我的名字上面是我的名字，对， Marvin Mario 直接写给你。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Z13的这个部分，原来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竟然没有查到他。好，那重点来了，这个人就是谁？这个嫌疑犯。而这个 Marvin Mario 以前是谁的嫌犯？大家以为他这个是黄道12宫的，对，而他是黑色大理花的嫌犯，对，而他的背景，他曾经服役过在对海军，然后呢还有外科记录，对，他也会动手术，对，而最后他被退役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精神疾病，对，所以呢大家就想说，而且他还跟伊丽莎白被杀的那个人，他对认识他哦，原来就是他，对然后整个就 match 起来了，然后大家没有想到说，原来这2大命案、2大悬案，原来都是同一个人，而他早就已经写在这里告诉你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佐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佐证呢？其实你看哦，这个不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被害人最后留下一命的被害人，他们侧写出来的长相，而这就是 Marvin 的照片，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对，那为什么当时黑色大理花发生命案的时候呢，没有把他给抓起来？因为当时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呢，警方一时就大意了。再来，我们刚才讲过，他有参加2次世界大战，他是海军的嘛。那个时候他从军中带出来一把刺刀，对，刺刀长这个样子，但是警方没有仔细去看，其实他就是绕高了，因为他的刺刀上面有这个符号，而这个符号就是这些密码。如果你当初有仔细的去看的话，那你会发现他。而这个人呢 ，Marvin Mario 什么时候死的？1993年癌症死了，而93年他最后1年之前，他还有力量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画像。最后一幅画像 ，Marvin Mario 写了92年，他直接写了谁的名字？伊丽莎白。谁是伊丽莎白？就是跟他同居12那年，一个，就是他杀的。对。然后呢，他一直到死之前，他就觉得你们怎么这么笨，你们怎么抓不到我？所以他就把伊丽莎白给画了下来。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记不记得很多像Leonardo他们的画作里面都会层层叠叠，对，留下一些密码。这一片它的法片下面就有写了，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Radiac， 就是黄道12宫。所以呢，他已经告诉大家了，前面的黑色大理花，对，被害人就是我杀的。然后呢，后面的黄道12宫也是我，你们都猜不出来，我直接写给你。如果没有 AI 的话，可能这真的是一辈子的悬案。而且如果真的没有 AI 的话，你看到我们还这边算出来哦，如果要一般人真的去看的话，这辈子哦，他说要7870万年你才能解出，为什么？为什么呢？太扯了！因为你用13个字，然后你要把这个 Marvin Mario 拼出来，其实并不是不可能。可是呢，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就是26的13次方的概念。对，你想想看哦，我们以前小学高中学的2的3次方是多少？8。对。我最多到这里了，我最多到这里了。好，在后面我跟你讲，16、32、64、128已经很难了，这个是我们人脑的极限，这个是没办法讲的。所以呢，如果你用26的13次方一路跑的话，我告诉你，你大概也要花7870万年，对，那你就可以把它破案。但是 AI 这次来讲，帮我们解出了这个世纪大谜题。松哥，现在 AI 也太强了吧！这种世纪谜题它真的解开，而且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广告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是什么？有一些运动赛事，每秒那种广告真的非常贵。结果没有想到，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告，今年在这个2025年的最佳广告奖，竟然是 AI 弄出来的。
好，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这个是准备在今年的 NBA 的在今年 NBA 的这个决赛上面的电视广告。这个广告不是真的广告，对，它是用 AI 生成的这个广告。那结果没想到他获得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广告奖的这个状况，就是那很多我讲很多那种所谓广告人啊，或者很多这个做媒体人就觉得疯了。为什么这个 AI 能够变成是最好的这个广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整个生成的过程是说，你看我要这个，这些公司找我制作一张最失控、最疯狂的 NBA 总冠军的广告，而且这种风格的疯狂内容，既然真的通过了电视联播网的审核，就是没想到这样子居然可以通过审核。那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来说，它约莫生成300到400次，然后最终挑出15个影片，然后这个后来经过剪辑完成最后的作品。他一开始先跟客户商谈嘛，那商谈说，我们要哪些人物，譬如说有那个老人啊，或者要在这个池塘里面，或者有谁要出现，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他用 Gemini 跟 ChatGPT 用这样来生成个剧本跟分镜，哇，两个合作了，然后再透过一些所谓的这个它生成。透过这个 VEO-3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生成相关的 AI 的影片，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影片来说，他就说从这样的流程里面来说，我想广告只要2天，然后总成本大概是$2000，然后大概是新台币5.9万元左右，台币6万就搞定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今年的 NBA 的这个广告，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去年的 NBA 的总冠军的这个广告。总冠军广告的这个 The Toast 就是干杯，对，干杯来说啊，他请到谁？他请到这个 Dwyane 对，以前的热火队的这个所谓传奇球星，你看请到他来拍哦。那你看还有什么？还有 Magic Johnson 啊，一大堆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面啊。你想也知道，你要 Magic Johnson 出来，你要给他多少钱？对，还有 Wade 你要给他多少钱？那你要有 Titan 做的这个封面，你要多少钱？这一定是很贵嘛。但是无论如何啦，这个至少告诉你一点，就是未来的可能我们身边会出现越来越多 AI 广告。那 AI 广告可以做得更天马行空。虽然没有这些球星，没有这些名人加持，但你看到这个广告，其实也是蛮有趣的。所以或许未来的 AI 世界会出现让我们更想不到的很多变化。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